女孩突然听见房间里传来滴答声，紧接着她发现墙上竟凭空出现了一道门。她小心翼翼地靠近，然后把门推开，里面漆黑一片，只能看见一排向上的石阶，而石阶尽头的虚无里还矗立着一扇门。小女孩派派惊呆了，可就在这时，姐姐的呼唤直接把她拉回现实。她问派派为什么对着墙壁发呆，可派派觉得太过匪夷所思，便胡乱搪塞了过去。可第二天派派在外面买薯片时，诡异的门又出现了。这次派派不再犹豫，直接推开门，然后迈上石阶。她想看看门后究竟是什么，但出乎她的意料，推开门里面竟是一个图书馆，但这里的书竟都是蓝色的。这时，一个自称艾米丽的女人出现在了这里，她微笑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派派。派派没多想，直接打开。突然，她曾经的一段记忆中，母亲女警的模样竟慢慢转变成了眼前的女人。派派觉得不对劲。What do you mean? I was at the hospital. And who was there with you? It was you. Great job. 派派没有注意到，他手中的书竟变成了红色。女人非常开心，又拿了一本新的书递给派派。派派此时还不知道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朝自己慢慢逼近。这天，派派在画画时，无意中说出了艾米丽爱吃棉花糖。女警很惊讶，自己从来没给派派说过闺蜜艾米丽，怎么派派现在不仅知道，而且还知道对方的喜好呢？派派说是艾米丽在梦里给自己讲的。女警瞬间大惊失色，她几乎可以确定派派的大脑被入侵了。虽然女儿外表和人类一样，但她确实是全球第一个能自主学习的生物体人工智能，同时还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。虽然她已经在尽力的封锁这个秘密，但还是有太多不怀好意的人想要得到派派。但女警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闺蜜艾米丽竟然也在打着派派的主意，并且已经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开始对派派进行洗脑了。她立刻派人去找艾米丽，可对方已经人去楼空。女警赶紧找来了艾米丽的母亲，通过询问得知了艾米丽可能所在的地址。但与此同时，艾米丽也没闲着，她诱导派派读了最后一本书。派派所有和女警有关的记忆全部被她替换。随后，她让派派回到了现实，而这时派派才惊恐地发现，现实中的女警竟也完全变成了艾米丽的模样。但在其他人眼中，女警还是她原本的模样。吃完饭后，女警得到了艾米丽的确切住址，于是叫来记者帮自己看着派派，自己则赶紧带着小弟前往，却没想到中了艾米丽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女警赶到她的住所时，她已经来到了女警家。艾米丽要派派和自己离开，而派派此时已经把她当成了女警，当即就要跟她走。记者想上前阻拦，下一秒就被派派施展能力直接击飞。艾米丽带着派派扬长而去，而另一边，女警没有发现艾米丽，这才醒悟自己中计了。艾米丽的朋友嘲笑女警，派派磁盘里的记忆全部被艾米丽替换，她已经不再认识女警了。女警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但幸运的是，丈夫和女儿发现了派派，两人赶紧上前阻拦。看着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两人，派派首次陷入了迷茫。她回到了图书馆，而派派也不愧是最强的人工智能。看着满柜子的红色书本，她伸出手指一按，全部被艾米丽替换过的书都恢复成了蓝色。而紧接着，现实世界中的派派也立刻清醒，当即离开了艾米丽。而艾米丽见情况不对，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但很快，她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。